8名孤儿被骗去玩游戏，本以为是捡便宜，没想到会死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港风港影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科幻电影《虚拟现实战》。深情男的女友已经离世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在阴影里走出来，生活也是非常的消沉。这天他接到一家游戏公司的邀请，去参加一场虚拟游戏的体验。反正现在闲着也没事，深情男就决定去这家游戏公司参加游戏体验，又能玩游戏又能赚钱，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呢？在他赶到游戏公司的时候，其他体验者已经全部到位了，其中有退伍军人除暴者，看起来肥肥胖胖的小肥宅，透露着成功人士气质的职业哥，2名络腮胡的大叔，身强体壮的这位我们称呼为大胡子，扭扭捏捏的这位我们称之为小胡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位美女，护士小美和胆小的小漂亮。几人随便认识了一下，就开始为玩游戏做准备了。先不说游戏怎么样吧，单看这些设备，就能让人对它有很大的期待。很快几人将装备穿戴整齐，头盔和身上的机器连接到了一起，正常手段根本就无法从身上拆下来，只能等游戏结束再脱装备。这个游戏体验也是很棒的，一个头盔就可以让人在现实与虚拟之间进行切换，简直是网游爱好者的福音。很快，一个军官样式的虚拟人物找了过来，带着他们去拿了手枪，还告诉他们身上的防弹衣只能挡下1发子弹，再次被击中就会受伤死亡。大胡子这回心里开骂了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开枪打我干嘛？话说这一下还真是疼，不过所有人都当他在开玩笑，毕竟玩个游戏怎么还能疼起来呢？而在受伤之后，只有使用治疗药剂才能够活下来，继续战斗。几人根本没有在意，在真实的游戏也只是游戏而已，输了大不了重来一局。随后他们就开始了游戏的第一关，消灭这一层的恐怖分子。毕竟是第一次玩这么真实的游戏，有点小激动不知所措是正常的。还好有退伍老兵除暴者带领他们干掉这帮虚拟恐怖分子，还是很简单的。解决了1名恐怖分子后，直接就通关了。这位退伍老兵除暴者也是我最看好的通关选手，毕竟有当兵的底子在这呢。通关之后的下一关，再下一层，每通一关就要向楼下前进1层，最终将楼层清剿干净。第2关他们获得了新的装备，步枪可比手枪要好用得多。在除暴者的指导下，众人很快知道了使用方法，开始向着这一层的恐怖分子杀去。如果他们听从除暴者指挥的话，通关还是很容易的。不过在消灭几个敌人之后，他们就嚣张起来了，肥宅更是直接单枪匹马的杀了出去，但是战力却是负的，简直是高精准的人体瞄边器。还好除暴者及时赶到救下了他，不过自己的护甲却被打爆了。而在其他人这边也遇到了敌人，2位美女和小胡子根本就不敢开枪，还好咱们的深情男跟着他们，成功干掉了1名恐怖分子，但是却被其他恐怖分子偷袭，瞬间被打掉了护甲。本来还打算投降保命，可惜人家恐怖分子根本不听，直接1枪打了过来。小美一看队友中枪，也顾不上害怕了，将这名恐怖分子1枪爆头。深情男中枪后不停的倒地哀嚎，这情况一点都不像装的。还好这时除暴者赶来，给他注射了1针治疗药剂，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这下所有人都慌了，我们是来玩游戏的，不是来玩命的。恐惧致使成员内部出现了矛盾，作为一个资深军事专家，防暴者自然受到了他们的怀疑，斗嘴斗不过的他只能去洗手间冷静一下。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死去的恐怖分子又活了过来。防暴者感觉出不对劲，直接进入了虚拟世界。果不其然，他被1名恐怖分子发现，刚想反击就被开枪干掉了。中枪后并不会直接死亡，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用来注射药剂，只要及时注射药剂就可以活下来。可惜他没有等到队友的到来就死去了。其他人这边也碰到了恐怖分子，职业男去查看情况，结果被1枪命中。不过他的运气比较好，及时注射了治疗药剂，更是在队友合力之下干掉了恐怖分子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死去的防暴者，这下几人确定了在游戏中死去，现实中也会死掉。游戏是虚拟的，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，让防暴者死去的绝对是身上的衣服。别问他们为什么不脱下来，问就是想脱也脱不下来。小胡子决定与深情哥尝试毁坏身上的设备，不过很快教官就来了，对着小胡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警告他们不要毁坏身上的设备。这下了解了，死不死都是人家说了算，自己根本没有主动权，也只能打通游戏之后看人家的意思。没办法，自己的小命在人家手上，只能进入下一关继续玩命。这一关是短兵战，1人1把小匕首去手刃自己的敌人。这一关还算简单，在众人的配合之下轻松通关了。众人继续前往下一关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也就祈祷下一关简单点，众人都能够活下去，但往往会事与愿违。这一关难度非常的大，上来就是激烈的枪战，肥宅很快在战斗中负伤，不过还好其他人表现不错，能够有效的击杀敌人，连小漂亮都能够轻松击杀敌军。这回深情男又受伤了，在小漂亮纠结救谁的时候，大胡子已经解决了敌人，2人1人救1个，深情男和肥宅都成功获救了。不过这回大家都害怕了，治疗药剂已经没有几个了，再次受伤有很大的几率会死翘翘。小胡子这心里怕死，
想要直接打破这栋建筑，从而逃出去。想想还不算完，直接动起了手来。还别说，墙壁真的被他打碎了一部分。可是这回教官又赶来了，直接对这小胡子进行了一番武力教育，还将他打下了楼梯，摔断了腿。这是真的断了腿，治疗药剂都不管用，无奈他只能留在这一层。其他人继续向着下一关出发。他们在行动的时候闲聊起来，不聊不知道，一聊吓一跳。原来他们所有人都是孤苦伶仃，属于那种死了都没人知道的类型。这下知道了，他们就是送死的。这一关的任务是审问囚犯。这栋大楼下面已经被埋了炸弹，炸弹的密码只有这名囚犯知道。他们要做的就是从他口中撬出密码。好不容易囚犯说出了密码，但却是故意误导他们的信息。输送密码后的炸弹会在30分钟后爆炸。这一关他们需要在30分钟内关掉炸弹。他们马上乘电梯前往炸弹所在地，可惜电梯中途坏掉了，他们只能在5楼开始闯关。当只剩下大胡子和肥宅的时候，电梯突然又好了，并且在3楼的时候停了下来。奈何两人胆子都比较小，根本不敢继续闯关。这时大胡子威胁肥宅，要么你在前面探路，要么我干掉你。肥宅心里这个怕呀，不过在去死的路上和立即死，他选择了去死的路上。两人一路前进，碰到敌人之后，大胡子立马后撤，留下了肥宅一个人对敌。奈何他的枪还没有子弹了，只有被敌人枪杀的份。大胡子就在角落里藏着，等着犯罪分子离开之后，就开始搜寻起了物资。跟大胡子、肥宅二人相比，楼上的几位就要团结的多了。在经过一番搏斗之后，轻松来到了第3层。小美独自一人来寻找物资，刚刚看到治疗药剂，就碰到了大胡子。这回大胡子已经放弃了心中的良知，为了争夺这瓶治疗药剂，直接干掉了小美。本来他还想当没事人一样，继续跟着团队，可惜小美在临死前写下了他的名字。毕竟这个游戏里中枪后还能活一会。深情男看到小美留下的信息后，瞬间想明白了前因后果，直接与大胡子厮打在了一起。你说用枪一击毙命多好，你非不，你非得去近身搏斗。你说你打得过他也行啊，你还打不过。就在大胡子要开枪解决深情男的时候，教官突然出现，以大胡子胡乱使用枪械的名义，直接干掉了他。这会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所剩的人也不多了，只剩下深情男、小漂亮和职业男。他们一路冲杀到放置炸弹的地下室，在一番激战之后，杀掉了防守的恐怖分子。这时候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他们轻松地朝着炸弹走去，想要关掉炸弹将游戏通关。在他们放松的时候，一辆车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一阵扫射打伤了深情男。小漂亮本想要干掉敌人，结果也被敌人打伤了。此时深情男还有一个治疗药剂，这一刻他想起了当年没救下的女友，他决定将这针药剂用在小漂亮身上，将活下来的机会让给他。职业男在此时拿到一个火箭筒，一发干掉最后一名恐怖分子，在还剩余几秒钟的时候关掉了炸弹。最后的幸存者只剩下小漂亮和职业男。此时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在本以为结束的时候，剧情再次反转，原来职业男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，是这家公司的大老板。所有人都是在用命陪他玩游戏，本来小漂亮也是要被杀死的，不过他在经过这段时间的搏杀经历后，身手已经非常好了，直接反杀了职业男的手下。在一番思考之后，小漂亮决定杀掉这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疯子，最终他成功逃离了这里。电影到此结束。所以说嘛，没事的时候多交一些朋友还是有好处的。坏人的目标往往都是那些没有社交的孤僻人群，大家一起来交朋友吧。喜欢港风港影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，我们下个电影再见。